差评，罚款100元。又被投诉了。哎呀，哪来的臭外卖员？敢冲撞你狗爷，小心狗爷投诉你！投诉？谁要投诉我？原来是一只狗啊！杨坚啊，杨坚，你以为你和二郎神重名就能听懂狗说话了？哎，再说了，这只傻狗也不是哮天犬啊！你说谁是傻狗？我去，真的是狗在说话！人类，你居然能听懂狗话？我去！站在这个凡人身边，我的法力竟然在慢慢恢复。你何方有你？赶紧滚！小爷我可是练过的。小子，听好了，本座乃是天上的吞日神君，哮天犬下凡。我去，真是哮天犬啊！怎么看起来像土狗啊？你敢骂我是狗？看我咬死你！狗子，你真是哮天犬啊？说了多少遍叫我狗爷！小子，你能认识狗爷，你得感谢你8辈祖宗。行，我感谢你8辈祖宗。跟在这家伙身边，我的法力真的恢复了。只是他混得也太惨了，连狗都不如。看你这么有礼貌，狗爷送你一场造化。狗子，全靠你了呀！哎呀，放心吧，包在狗爷我身上。我去，这24K 钛合金狗眼啊！怎么样，狗子，有没有好东西？哎呀，这左边的假，右边的更假，前面那个摊儿啊，更是假的离谱，看得狗爷眼睛都涩了。假就对了嘛，要是有真的，才是见了鬼了呢。哎，等等，真见鬼了！哎呀，不对，是见到真东西了。你看那只碗，值50万呢。哎，小伙子，来看一下，都是好东西。老板，你这碗多少钱啊？哎，小伙子，你可真识货，这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宝贝，5万块。我就买回来当个狗碗，5万块钱我能天天给他买一个了。哎呀，快买下来呀！那只破碗能顶你3、5年外卖了。别走啊！你说多少钱？500。想屁呢！5块钱，成交。我去，早帅了。嘿呀，卑鄙狡猾的人类，狗爷差点就找了道了。多亏你小子聪明。杨坚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像个舔狗一样，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？狗男女，你说我是狗？不行，狗爷我不允许他当狗。有些人呀，总想一夜暴富，天上掉馅饼，只可惜废物终究是废物，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赶紧滚！怎么，外卖行业不景气，买个狗碗去要饭啊？还真别说，你这气质很适合当乞丐。你说这是狗碗啊？不是狗碗呐，难不成还是金碗啊？它可比金碗值钱多了。杨坚，你真是想钱想疯了。既然这样啊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？赌什么？就赌如果它是个宝贝，本少10倍买下来；但如果它是个赝品，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跪下来给本少磕3个响头。行，但是呢，不要钱。我要是赢了呢，让他把我的古玩店还给我。赌就赌。废物，等着给本少下跪吧。小伙子，你手里的这个碗能让我看看吗？我很喜欢这个碗，你可否割爱让给我这老头子？我愿出这个价。500块买个破碗，老头，你脑子不会是有病吧？谁告诉你我说的是500块？不是500，难道是5000吗？我说的是50万。我说的是50万。什么？老头，你怕是疯了吧？一个破碗，你出50万买？哎，老先生，他的东西都是在我这儿买的呀。我这还有，你看一下，不要50万，5万一个就够了。你这些东西都是垃圾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愿意出手吗？哎呀，不愧是哮天犬，小子，知道狗爷我的厉害了吧？我愿意。哦，老头，你是杨坚请来的托吧？我看你的样子，别说50万了，你能拿出5000块吗？老东西，差点被你骗了，赶紧滚，不然本少对你不客气。老夫倒要看看你要怎么不客气。不知死活！哎，杨坚，你请个老头来演戏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他要真能拿出50万，我就当场学狗叫。狗眼看人低，这老头的身上紫气弥漫，非富即贵，绝不是普通人。我怎么没看到？狗爷我就让你开开眼。
我操！此乃忘气之术，不过呀是小道。只要你伺候好狗爷我呀，保管你寿永无穷。狗爷牛逼，回头给你买烤肠。来，小伙子，这张卡里有50万。老头儿，你是真敢吹，说话不嫌风大，扇着舌头啊！就是你说有就有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啊？就凭我是唐山河。老东西，我不管你是唐三河还是唐二河，现在立刻滚，不然我……闭嘴！您是唐老先生，他是古玩协会唐山河会长。唐老，误会，刚刚这都是误会。来，唐老，这个破碗真的值50万吗？你在怀疑我？不，我哪敢啊！小伙子，你来说说。若是我没看错的话，他是宋朝的金右汗。好眼力！那就狗男女要跑了。哎，陈大少，这就要走啊？我尿急。愿赌服输，李昂，古玩店还给我。陈少，古玩店不能给他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要是反悔了，你要往哪儿搁？先给他，以后我再送给你一件。他想要接手，没那么容易。好吧。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请便。等等，你们的赌约完了，可我的事还没完。唐老先生，是我年少轻狂，口出狂言，快给唐老先生赔罪。唐老，我错了。愿赌服输，挨打要立正。小子，履行赌约吧。老头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陈少是陈家的继承人，你敢让他学狗叫？我敬你喊你一声唐老，我要想走，谁敢拦我？哎，狗子，这咋办？干他！狗爷我不是他老子，我可不惯着他。陈少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陈大少，这还没过年呢，你就想要压岁钱呐？陈少，起来啊！哇！你看他，陈少愿赌服输，在下佩服，牛！杨坚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陈少，你等等我。狗爷牛逼呀！那必须的呀！来，小伙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再有好东西，随时联系我。这些啊都是假的。嗨，能捡到漏已经很不错了。哎，你小子倒是知足。杨坚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苏清雪，你找我有事吗3天前我在湖边不小心落水，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碰巧了，何况我们还是大学同学。我听说你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。小子，这女人对你有意思。哎呀，胡说什么呢？她是苏家千金，又是我大学校花，怎么可能对我有意思啊？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狗啊！我给它喂个火腿肠。小子，这女人，狗爷我很喜欢。你和她的事情呀，狗爷我准了。小兄弟，我这儿有个好东西，你看要不要？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宫里的宝物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们不需要了。哎，小姑娘，你再仔细看看呐。小子，快买下来，这是顶级夜明珠，价值连城。我古玩店正好缺个摆件，多少钱？此乃家传夜明珠，一口价说小屁事，500。行，500就500。杨坚，你给多了，这个假货也就值20块。这可真是好东西，要不要赌一把？赌就赌，要是我输了，我就当你女朋友。你再看看。天哪，这真的是夜明珠啊！品相绝佳，这至少能卖上千万。杨坚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愿赌服输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女朋友了。苏大美女，你就不要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你了。嘿嘿，傻小子，你真是有福啊！哎呀，她是苏家的千金小姐，我一个穷小子怎么配得上啊？喂，清雪，你爸爸出事儿了。爸，你不是病了吗？妈，你骗我！清雪，要不是我让你妈这么说，你能舍得回来吗？送外卖的是吧？东西放下，你可以走了。爸，他是我男朋友。胡闹！看来我们真是把你惯坏了。我让你去找救命恩人，你竟然和一个臭送外卖的搞在一起，你想气死老子？你是谁？什么时候跟我家清雪在一起的？伯父伯母好，我叫杨坚，
是清雪的朋友。闭嘴！我苏建国的女儿，是我们苏家的掌上明珠，千金小姐。你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你觉得你能配得上她吗？来人，把她给我扔出去！干什么呀？狗爷救我！有狗爷在，谁敢动你？狗爷威武啊！狠狠的打，让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开开眼！一群废物！你小子敢在我苏家动手是吧？好，来人！住手！杨戬就是救我的人。胡说！3天前救你的人，秦少已经找到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正要为你和秦家下婚约。这件事如果让秦家知道了的话，那我们整个家族将会受到多大的影响？你，院长怎么样了？苏家主本就心脏不好，又遭气血攻心，怕是无力回天了。老头子，你要是走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不会的，爸一定会没事的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离家出走，你爸怎么会这样？是我害了爸爸。狗爷，想想办法。放心，交给狗爷我。别说他还没死，就算是死了，狗爷有法子救回来。来，你把手放在狗爷的脑袋上。小子，狗爷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李院长，真的没办法了吗？若是能去京城，请到国医圣手治病，或许还能为苏家主续命一段时间。不管花费多大代价，我一定在所不惜。不可，伯父身体虚弱，如果再经历奔波的话，会受不了的。闭嘴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家老头子怎么会生病？杨戬，你先走吧。清雪，我能治好伯父的病。你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你能有什么本事？我是送外卖的，但不代表我不会治病。杨戬，你不要再闹了，你再闹下去，我也保不了你。清雪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能治好伯父的病。真是大言不惭啊！苏家主的病症连我都无能为力，你一个毛都没长全的臭小子，竟敢口出狂言，也不怕闪了舌头？不行就不行，还那么多废话！你不走，我请你走。来人，把他的双腿打断，扔出去！哎妈，不要！你治不好，是你医术不精，那不代表我治不好。你敢质疑我？杨戬，你不要冲动啊！我家老头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陪葬！你要是能治好苏家主，我就给你跪下，拜你为师。记住你说的话啊，借你的银针一用。蛊虫，这可是大补啊！我吞。是谁？竟然毁了我的宝贝呀！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爸，你醒了。老头子，你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李院长，多谢你救了我。我可没那个本事，是这位神医救了你。是你，神医，请你收我为徒。杨神医，多谢你救我一命，之前多有得罪。神医，伯父伯母，我跟清雪啊是好朋友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清雪呀，能交到你这种朋友啊，真是他的福气。这孩子呢，有点小脾气，希望你以后多多担待。哎呀，爸，你别说了。伯父，你误会了，我跟清雪啊只是……没。杨神医，愿赌服输，请您收下我吧。李院长，刚才是开玩笑，不作数。不，神医，我是真心想拜你为师。哎，师娘，你快帮我说句话呀！那个李院长，以后啊有什么医术上的问题，咱俩多交流交流。拜师的事就别再提了。一定一定。伯父，你呢身体出狱，还需要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清雪，送送杨戬。此子为人谦逊，医术高明，又有林院长的人脉，日后必成大器。杨戬，今天幸亏有你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爸就危险了。伯父那是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医术啊？我跟老中医学的。小子，狗爷我传你医术，很丢脸吗？我能怎么办？难不成跟他说我是跟狗学的？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是狗，我是哮天犬。那你还不是狗？杨戬，
你真厉害。小心！杨坚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狗爷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你害死了老夫的宝贝，原来是你！杨坚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伯父之所以生病，是被人下了蛊毒，而下毒之人就是他。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害我爸爸？下去我演我爷吧！狗爷救我！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连狗爷的人宠都敢动。我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。小子，狗爷我传给了你一道法力，足够对付他了。装神弄鬼，给我死！该死的是你！这怎么可能？受死吧！前辈，求你饶了我吧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此人以蛊术害人，手段残忍，心术不正，你可要考虑清楚。我家主人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下蛊害人，死有余辜。秦少，对不起，我失败了。狗爷，他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啊？只是被邪气迷了心智，会遵从内心本能行事，不会出事的。狗爷，我今天消耗有点大，需要眯一会儿，你别打扰我。狗爷说的没事，那应该就没事吧？你杨坚，我喜欢你。你力量怎么那么大呀？你凡人之躯，借用狗爷的法力，正是虚弱之时。这女娃被邪气感染，力量大增，此消彼长。小子，狗爷给你创造了机会，你可得把握住啊！清雪，你清醒一点。杨坚，我很清醒，我就是喜欢你。不要！喂，杨神医，我找清雪。喂，杨神医，我找清雪。哦，找你呢。爸，有事吗？没了没了。清雪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的意思是，昨晚是我对你用了强啊？啊，这其实就是个意外嘛。那你想不想报仇啊？啊？昨晚是我强要了你，现在你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。你该不会是邪气还没清除吧？你就当是吧。怎么？难道你这就不行了？男人怎么能不行啊？这家古玩店是父母留给我的唯一东西，以前是我眼瞎被李瑶欺骗，把古玩店送给他，今天我要亲手拿回来。以后你还有我。陈少，真的要把古玩店还给杨坚那个废物吗？昨天那么多人都看着，我要是不答应，以后还怎么混？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宝贝儿，你放心吧，他想把古玩店拿回去也没那么容易。杨坚，你还真敢来！我来拿回我的东西，有什么不敢的？杨坚，你现在离开，我可以当做一切没发生，要不然就怕你有命拿，没命守住。哼！废物，听到没有？还不快滚！红杏出墙在先，又霸占别人房产，还敢威胁人，真是不知道你哪来那么厚的脸皮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该在这里。我是杨坚的女朋友，
你眼睛没瞎吧？看上这么一个没车没房的废物？美女，以你的长相和姿色，嫁入豪门轻轻松松，可以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何苦要跟着这个送外卖的穷鬼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？我自己就是豪门，何须再嫁？杨坚他比任何人都优秀，离开他将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。如果再纠缠不休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后悔。没想到清雪她竟然这么相信我。小子，犬爷给你选的女人还不错吧？多谢犬爷。一个送外卖的到你嘴里被吹上天了，你真是饿了。他就是个废物，本少一根手指头都能捏死他。该死，这么好看的女人，真是瞎了眼，竟然看上杨坚这个废物。陈少好威风啊！也不知道是谁昨天跪在地上学狗叫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！我这个人呢，最喜欢看狗叫了。杨坚，你找死！废话少说，乖乖把古玩店交出来，否则我可不敢保证你们还会不会跪在地上学狗叫。给他！哼，谁稀罕啊？陈少手指缝里随便露点，都够买你这10间门面。签完字，店铺就是你的。合同没有问题。李阳，你答应的这么爽快，不会是有陷阱吧？你要是不想要，把合同还回来。我劝你们老实点儿，否则下场只会更惨。那就签吧。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离开。别着急啊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李老板，快把我的战国玉璧拿出来！三爷，我已经不是这家店的老板。三爷，这位是杨老板，这家店是他的。杨老板，烦请取出我寄存的东西。这位是三爷，黑白两道，一手遮天，千万不能得罪。看来这就是他们给我设下的圈套。三爷稍等，我这就给您取过来。看三爷神清气爽，必然是好事当头。不知道是什么好事，让我们也沾沾喜气。李老板有眼光，我的这枚玉璧找到买主了。我看这个杨坚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恭喜三爷，杨坚，你还真是该死啊，刚好撞到枪口上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宝贝怎么碎了？三爷，我不知道啊。对啊，这家店的老板是他。对啊，三爷，这和我们没关系啊。你们胡说！杨坚才刚接手古玩店，跟他没有关系。他是这家店的老板，跟他没关系，那跟谁有关系？杨老板，你是这家店的老板，那我就找你。你说说，这要怎么处理？杨坚，这跟你无关，明明是他们捣鬼。美女，没有证据的事情你不要乱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三爷，东西在我的店里出问题，就是我的责任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。杨老板敞亮，三爷我也不为难你。这件战国玉璧是我的家传宝贝，有人曾出价1000万，现在顶多值500万，你拿出500万，我就不追究了。三爷，这明明是……三爷说的公平合理。杨坚，你就是个送外卖的穷鬼，别说是500万，就算是50万，你能拿出来吗？是啊，三爷，你可别被他骗了。杨坚，我早就说过，你就是个废物，斗不过我的。我还以为你们俩能耍什么花样，真是高看你们了。敢骗三爷的人，都跳河里喂鱼了。杨坚，看你还不死！杨坚，500万我替你出。你替他出？美女，
这是500万，不是500块。就是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豪门千金啊！你是苏家苏建国的女儿，500万对苏家来说的确不算什么。什么？她是苏家的千金？你要是替她担保，这笔账我就去苏家讨要，三爷我便不再为难他。清雪，你不用管了，我自有办法解决。解决？你能怎么解决？没有苏家撑腰，你算个屁！苏小姐，杨坚就是个废物穷鬼，你和他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在教我做事。苏小姐，我也是为你好，要是苏家知道你找了个送外卖的废物当男朋友，整个苏家都会被嘲笑。是啊，苏小姐，他就是只癞蛤蟆，怎么能配得上你这头凤凰？我愿意。你想怎么赔？很简单，修好不就行了？你是在耍我吗？杨坚，你还真是没见识，修补的再好，那也是破损的东西，价值能一样吗？就是乡巴佬，就算是最顶级的文物大师也很难修复，况且也不会有人愿意出手。三爷，把他扔河里喂鱼，他这是在耍你。别人或许修不好，但我能。若是修不好，三爷就拿你的命来赔。杨坚，你有把握吗？要不就赔500万，千万不能冒险啊！你放心吧。小天犬，快醒醒！小子，你扰了犬爷的好梦。犬爷，江湖救急，你再不出手，我就要被扔到河里喂鱼了。是谁敢动犬爷的人宠？咦，我又闻到了那对狗男女令人作呕的气息。犬爷，人心比狗毒，敢算计犬爷的人宠，我饶不了他们。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东西修好。小问题，犬爷吹口气的事儿。犬爷威武！杨坚，好了没有？是啊，三爷，他这就是在拖延时间。你行，你来。我不行就闭上你的臭嘴，不要影响我。你要是一直不出来，我们是不是要一直等着你？你还要多久？这就好了。三爷，请看。真的修好了？不可能！一点修复的痕迹都没有。纵然是最顶级的文物大师都不可能做到，真是太神了。杨坚，你太厉害了，怎么做到的？这是秘密。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三爷，一定是杨坚准备好的赝品。哼，三爷我还没老眼昏花，家传的宝贝，老子闭着眼睛都能看出来真假。该死，这小子就是个送外卖的穷鬼，什么时候会了修复古董的技艺？杨老板的手艺真是神技，让我大开眼界，连这块玉璧上原有的瑕疵都被你修复得一干二净。三爷满意就好。该死，非但没弄死这小子，还让他结识了三爷，以后再想对付他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小子，这一切都是那个狗男人搞的鬼，犬爷有办法让他现出原形。三爷，这件事情另有隐情。此话怎讲？陈少，杨坚该不会知道什么吧？我早就关了摄像头，没有留下证据。他就算猜到了，又能怎么样？那就好。他干的事儿，还是让他自己说吧。杨坚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没有证据的事儿，你不要乱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！狗男人，给我老实点！小子，这狗男人中了失心咒，你问什么他就会说什么。玉璧是弄坏的吧？不错，是我就是看你不爽，借三爷的手废了你。万万没想到你走了狗屎运，让你逃过一劫。陈少，你不要胡说。我没有胡说，就是我干的。杨坚，
你就是个臭送外卖的穷鬼一个，在本少面前上蹿下跳，我早就看你不爽了，我就是要害你。陈少，你快别说了。我就是要说，哦，他不服也得给我憋着。三爷，你都听到了。三爷，我那都是胡说的，你千万别信啊！你很有胆，敢算计三爷我。三爷，我知道错了，饶命啊！我愿意赔罪。500万少1分钱，我把你扔河里喂鱼。给，我给。三爷，这里没有500万。杨老板，这些钱你收下，当做是你出手的报酬啊。三爷，无功不受禄。你修复好玉璧，就是最大的功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多谢三爷了。当然了，也要谢谢陈少，要不然我可赚不到这么多钱。你三爷，我真的不知情啊！杨坚，你快帮帮我！只要你帮我求情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可以让你上我的床。贱人，滚！我滚，我这就滚。看什么？怪我打搅你的好事了。要不要我把他请回来？不，我担心打他会脏了你的手。杨老板，今天真是多谢了，是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遇到麻烦尽管报我的名号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。走。以前这里可热闹了，曾经这里摆放着很多的藏品，现在都空了，应该是李瑶卖掉了。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一定可以把古玩店发扬光大。想把古玩店开起来，首先要打响名气，若是能够得到他的帮助，必定事半功倍。唐老，冒昧打扰，还请见谅。这一大早的就听到喜鹊叫，我就想着有好事上门，小兄弟你就来了。这位是唐老，这是我女朋友苏清雪。小女娃，咱们是不是见过？唐老好记性，我父亲是苏建国，原来是苏家主的掌上明珠。小兄弟，你真有福气啊！今天来找我，是不是有好东西？唐老，您才是内行，东西好不好，还得您给长长眼。好，好，快坐下。哎，把东西拿出来，我看看。小兄弟，把价值1000金的古董放在外卖箱里，也不怕弄丢了。你这也是独一份了。有犬爷看着，天下再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。好东西，好东西啊！可入得了唐老的眼。小兄弟，这颗夜明珠我出2000万。2000万！小兄弟，这价格不低了。唐老，我不是嫌价格低，就是没想到它居然这么值钱。你多少钱买的？唐老，这是杨坚花50万买的。多少？就是50万，还是你买清幽碗给我的钱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小兄弟，你年纪轻轻，居然在古玩行有这种造诣，真是难得。以后有机会，你我一定要多多交流。能聆听唐老的教诲，我求之不得。哈哈哈，要是价格没问题，我这就给你转账。
李老板，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？唐老，我这儿得了件好东西，特意拿来给你。哎呀！这是青瓷盘龙瓶。唐老好眼力，正是南宋的青瓷盘龙瓶，本是进贡给皇上的宝贝，被秦桧暗中扣下私藏。好东西，的确是好东西。你准备出多少钱？啊，至少也得1个亿。好，我这就给你转账。东西是假的，这小老头打眼了。犬爷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这玩意儿做的挺像真的，但骗不过犬爷的眼睛。唐老，这玉瓶价值不菲，还是慎重点好。小子，你是说我的东西是假的？我可没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小子，毛都没长齐全，你懂个屁的古董，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真是不知所谓。李老板莫生气，这位小兄弟也是好奇而已。连唐老都说是真的，小子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难道说你认为自己的古玩水平还在唐老之上？唐老的水平，我自愧不如。既然这样，就把你的嘴闭上。李老板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没必要着急上火吧？谁着急上火了？你诋毁我的东西，我当然生气。真金不怕火燃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小兄弟，你上手看看，一个赝品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唐老，你别听这小子信口开河，他懂个屁的古玩，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。我要是能证明他是假的呢？哼，你要是能证明是假的，我当场吃了他。那就只能得罪了。好，哎，你敢摔碎我的宝贝，赔钱！小兄弟，你太冲动了，这下我也帮不了你。不赔我钱，我让你把牢底坐穿！唐老，你先看看这个。李志宏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会这样？唐老，我不知情啊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假货。李老板的东西金贵，老夫我受不起。唐老，我请吧。等一下。小兄弟，你还有事儿？李老板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刚才说过，这个瓶子要是假的，你就把它吃了。小兄弟，那都是玩笑话，当不得真。若这是个真东西，那你会不会让我赔钱？李老板，愿赌服输。小兄弟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多个朋友总比多个仇人好，你可要想清楚。李老板，你还是吃吧。我要走，谁能拦我？臭小子，我记住你了。既然你不听劝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犬爷，到你出手了。终于轮到犬爷了，好戏即将开场。这小畜生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饶不了你！李志宏，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三爷，救我！是谁敢动我的人？
三爷，你要帮我做主啊！是谁吃了豹子胆，连我的人都敢打？三爷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无论是谁，动了我的人，都要付出代价。三爷，就是这小子打的我。三爷，我愿意替小兄弟赔罪，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他一马。看在唐会长的面子上，那就打断他一条腿了。小畜生，敢和我作对，这就是下场。三爷，又见面了。杨老板，怎么是你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位李老板弄了件赝品，想要卖给唐老，被我看破了。李总打着三爷的名号招摇撞骗，是这样吗？三爷，我打着三爷我的名头在外面招摇撞骗，你有胆打断他的双腿，扔出去！三爷，是我鬼迷心窍，饶了我这一次吧！小兄弟，今天要不是你点破这个赝品，老夫这一生翁名可就保不住了。我也要感谢杨老板，救出败坏我名声的蛀虫。唐老、三爷，你们太客气了。小兄弟，以后若是有用得上老夫的地方，我绝不推辞。我正好有件事要麻烦唐老。小友请说。我手里有家古玩店，想要请唐老闲暇之时过去长长眼，报酬您随必提。古玩店我可以去，但是分文不取。若是小友再说报酬一事，那便是瞧不起老夫。唐老，这若是小友不愿意，就另请高明吧。一码归一码，唐老若不要报酬，那就拿些股份，要不然我可真不敢用您老。杨老板，古玩店的生意，不知能否算我一份？哦，三爷也有兴趣。我对古玩没研究，我看上的是杨老板你这个人。你若是愿意，我就投5个亿，你随便便给点股份就行。三爷手段两道，手眼通天，若是能把他拉进来，百利而无一害。承蒙三爷看得起，要是亏本了，您可不能找我算账啊！这点钱，三爷还是赔得起，就当是和杨老板交个朋友。这俩老小子跟着你，怕是要赚翻了。杨坚，有三爷和唐老帮忙，你的古玩店一定会爆火的。清雪，辛苦你了，陪我跑了一天。那你要怎么感谢我？以身相许，可以吗？你那里还有工具吗？什么工具？我肚子饿了，你先去点些吃的，我去买工具。小子，犬爷也想撸串，你点2串腰子，犬爷我拿位。犬爷放心，管够。别吹牛皮了，犬爷要是敞开肚子吃，别说这个烧烤摊儿，就算是整条街都不够犬爷我一口吞的。是，犬爷说的是。哎，那不是杨坚吗？还真是他。老同学们，好久不见啊！杨戬，看你这身行头，黄袍加身，现在是在送外卖吧？能吃饱饭吗？还行吧，不愁吃喝。杨坚，当年你可是咱班的学霸啊，没想到竟然沦落到去送外卖，真是没出息。你看看咱们班长，早已经是苏氏集团的经理了。低调，也就是个小小的部门经理。班长，你别谦虚了，那可是苏氏集团的部门经理，价值数10亿的大公司。班长厉害，以后可要多照顾我们这些老同学啊！是啊，班长，你可要多带带我们。大家都是老同学，今后要是遇到困难，尽快来找我。在苏氏集团，我还是能说上话的。谢谢班长。苏氏集团，
那不是清雪家的吗？杨坚，你还不快求求班长，只要他点点头，你就能进入苏氏集团工作，以后再也不用苦逼的送外卖了。送外卖挺好的，自由自在。况且我现在也不缺钱花。呵呵，杨坚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你装给谁看啊？我在苏氏集团年薪100万都不敢吹牛逼。就是像你这样没出息的人，谁能看得上？难怪李瑶会跟你离婚，以后啊，怕是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，只能打一辈子光棍儿。多年没见，本来想和老同学好好聊聊，没想到却是这种场面。杨坚，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吗？都是我的老同学。这美女谁啊？和杨坚关系这么亲密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该不会杨坚的女朋友吧？呵呵，这种级别的大美女，怎么可能看得上杨坚？美女你好，我叫袁华。你们好，我是杨坚的女朋友苏清雪。这个你尝尝，味道很不错。班长，你这表是劳力士吧？前2天刚买的，不值钱的玩意儿。班长，你可别谦虚了，我在网上看过，你这个表值20万，可是成功人士的标配。天啊，20万，我不吃不喝3年都买不起。还行吧，本来想买个100万级别的，但最近刚提了一台宝马车，预算有些紧张，等过段时间再换。班长就是班长，厉害。今天你是我的。美女，我们公司还缺个经理助理，你有没有兴趣？没兴趣。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工资待遇都好说。清雪不愿意，就不劳班长费心了。杨坚，我这也是为你女朋友好，你送外卖就算了，她这么一个大美女，不该跟着你风吹日晒，受苦受累。等你见识到世界的繁华，就是我的掌中之物。她是我女朋友，我说了，不劳你操心了。杨坚，班长好心好意帮你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好心好意，他那算盘珠子都要崩我脸上了。某些人别给脸不要脸。给脸不要脸怎么了？你就是个臭送外卖的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在哪个公司？犬爷不缺心眼儿，犬爷要吃腰子。重新介绍一下，苏氏集团的部门经理袁华。苏氏集团，看来美女也听过苏氏集团，只要你点点头，明天就能入职，我开你年薪20万。废物，女朋友都让人挖走了，还有心思吃东西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美女，跟着杨坚这种人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。你跟着我，我保证你有车有房，成为人上人。我需要付出什么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有些话我不说你也明白。苏氏集团之中，居然有你这种败类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多少人求着进入苏氏集团，都还没机会。班长能看上你是你的荣幸，总比你跟着这个送外卖的穷鬼强。哎呦，不服气呀？不服你打我呀！你敢打我？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你把脸伸过来让我打的。你不能动手，别脏了你的手。班长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杨坚，你竟敢在我面前动手打人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无法无天的是你，仗着苏氏集团的名头，在外面耀武扬威。苏氏集团的名声，就是被你这种人给败坏的。哼，你一个臭送外卖的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这个经理的位置，是做到头了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你现在求求我，我给你介绍个外卖站点，提成高高的。你说到头就到头，你以为你是苏氏集团的老总啊？杨坚虽然不是苏氏集团的老总，
但他是苏氏集团总裁的男朋友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是苏氏集团的总裁？公司有个叫袁华的部门经理，马上开除，彻查他的业绩报告。他的舅舅是集团副总，一块开掉。小畜生，你到底惹到什么大人物？连老子都说你牵连，被公司开除了。你赶紧给人道歉赔罪，要不然老子饶不了你。什么？杨坚，杨哥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求您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我刚背上房贷、车贷，还有一家老小要养活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啊！自作孽不可活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找你的。女儿，今天上午有个玉石大会，你和杨坚要是睡醒了，就过去看看，长长见识，顺带还可以结交一些人脉。知道了。那爸就不打扰你们了。玉石大会听起来挺有意思的。时间还早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别睡了，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别，放过我！这就是玉石大会，还真是热闹啊！秦家是顶级家族，这次的玉石大会就是秦家主办，可以说是最顶级的盛会，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来了。小子，我又闻到了那对狗男女的气息。真是晦气，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烦人的苍蝇。杨坚，你一个送外卖的，是怎么混进来的？这里是顶级盛会，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你一个送外卖的进来，简直就是拉低了我们这群人的身份，还不快滚出去！怎么有送外卖的进来的？是谁在这种场合点外卖？真是丢人现眼啊！不知道啊，应该是走错地方了。抱歉，我真没看出来你什么身份啊？一只破鞋。你们能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来？陈少是陈家的继承人，身份尊贵，岂是你们两个穷鬼能比的？我可是秦家亲自发邀请函请来的，不像是你们靠着歪门邪道偷混进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是趁着人多想要偷东西吧？大家都检查一下，说是丢了东西，就是他们偷的。你凭什么污蔑我们偷东西？就凭你和杨坚一块进来的，他是个送外卖的穷鬼，你能是什么好东西？这对狗男女真是恶心，犬爷要发飙了！你敢打我？你的嘴那么臭，欠打！杨坚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秦家的盛会上动手，这是和秦家作对，没人能保得了你。再敢多说一句，我连你一块打！敢在秦家的地盘上动手，等死吧！杨坚，你太冲动了，有秦家在的地方是不许动手的，要不然会被认为是挑衅秦家。他们侮辱我可以，但不能骂你。好，打得好！什么狗屁秦家，有犬爷在，天就塌不了。是谁敢在秦家的地盘闹事？就是他，不但偷偷混进会场，还动手打我，这是在挑衅秦家，绝不能饶了他。在秦家面前，就算是三爷也保不住你。混进会场，挑衅秦家，殴打陈少，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兄弟们，给我废了他！终于到犬爷出手了！滚！杨坚，你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小子，闹！就这样使劲的闹，有犬爷给你撑腰，谁也动不了你一根头发。你还敢还手？不问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，秦家真是霸道啊！放肆！
敢诋毁秦家，找死！既然你想要，那就给你。魏老，这小子在秦家地盘闹事，请您出手。年轻人，不要太气盛。不气盛叫年轻人吗？居然是魏老，杨坚，看你还不死！陈少，魏老是谁？魏老是秦家的供奉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任凭杨坚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是魏老的对手。狂妄！犬爷，这老头看起来有些东西，能行吗？是有2把刷子，但刷子上没毛，干他！秦少来了！怎么回事？秦少，这个送外卖的小子偷偷混进会场，被识破之后还大打出手，这是在挑衅秦家，你可一定不能饶过他。是啊，秦少，这是在挑战秦家的威严。魏老，住手！清雪，这是谁？秦少，他是我男朋友，杨坚。你若是不欢迎，我们这就离开。你不答应和我订婚，就是因为他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。他很优秀，只是秦少没看出来。没看出来，这小妮子还怪能挤兑人的。这家伙对你有敌意，干掉他！犬爷，这是和谐社会，不要动不动就干人。这小子面相不正，绝对是心狠手辣之人。犬爷一看到他就感觉浑身不舒服，干掉才最省心。我是良好市民，不干违法犯罪的事儿。哼，我看那御史大会戒备挺森严的，你能搞定吗？秦少，您认识他们？这位是苏家大小姐苏清雪。什么？该死！这小顺怎么如此走运，能得到苏家大小姐的青睐？苏小姐真是瞎了眼，看上这个送外卖的穷鬼。杨先生，清雪这么看好你，想来你一定是有真本事。正好，今天是御史大会，有没有兴趣和我比试一下？杨坚，秦龙对御史很有研究，连很多专家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你不要和他比。好啊，比就比。他再厉害也是肉眼凡胎，我有犬爷帮忙，轻松秒杀他。看犬爷大展神威，帮你干翻情敌。既然是比试，那就带点彩头，不然多无趣。你想怎么赌？你要是输了，我给你500万，你要离开清雪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输的。我要赢了呢？哈哈哈哈！杨坚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秦少可是御史协会的副会长，你还想赢秦少？怕是没睡醒吧？就是，也不撒泡尿看看你是什么货色，还想赢秦少？哈哈哈哈！你若是能赢我，条件尽管提。那就开始吧。御史大会会场上的所有石头，尽管挑选，看谁选出来的价值更高，输的人买单。杨坚，你根本就不懂赌石，不该答应和秦龙打赌，你玩不过他的。那可不一定。犬爷，到你出手了。杨坚，小子，装逼的机会，犬爷留给你了。别，犬爷，我看不明白啊。从现在开始，犬爷我赐你天眼神通，能让你看穿万物。我去，这也太厉害了！犬爷牛皮，怪不得人都说一刀穷，一刀富。谁能想到这么多块石头，居然没有一个值钱的，都是假玩意儿。穷鬼，再看你也看不明白，还是乖乖的向秦少低头认输吧。咸鱼翻身也是臭咸鱼。苏小姐，秦少乃是人中之龙，他才是你的良配。你可要想明白，不要自降身价。多少女人都梦想跟着秦少，都找不到机会。秦少看上你，那你是荣幸。我的事
不用你们瞎操心。说完了吗？说没说完又怎样？说完了，就准备挨打。是谁？谁偷袭我？陈少，没有人，我们该不会是遇上不干净的东西了吧？杨坚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们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，要惩罚你们了。还是少说点风凉话吧。别耽误时间了，快去选石头吧，要不然好的石头要被青龙挑走了。我看中的女人也敢碰，臭小子！我要让你倾家荡产，跪在地上求饶。我有天眼神通，可以看穿万物。怎么输？走，我带你选石头。我对玉石一行研究的不深，但也有所了解，还是我帮你选几块吧，总比你两眼一抹黑要强。这颗石头不错。清雪，你选的这块玉石看起来不错，但里面是空的。杨坚，玉石还没解开呢，你怎么知道？当然是看出来的。难不成你还能看穿玉石？行了，别逗我了，赶紧挑石头。我真能看清石头。这边不行，换一个。怎么了？看到一块好石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家都看到了，是我先选的。明明是我们。玉石行的规矩，谁先上手就是谁的。要怪就怪你们出手太慢。算了，我们再选其他的。杨坚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天眼神通开！倒是有些手段。我们去选其他的石头。不行，都没有秦龙的光芒亮，难道要输了？有犬爷在，你怎么可能输？可现场的石头，没有一块能胜过他。嘿嘿，石头再好，也得能开出绿啊！小子，那里还有一筐，要不你挑2块？多谢秦少指点，我就选它。这些都是废料，不可能出绿的。杨坚，你再选选。相信我。杨坚，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解石剩下的废料，一文不值，你居然拿着当成宝，真是没出息。这是玉石啊！陈少，他就是个送外卖的穷鬼，本来就没出息啊。我要是能开出绿呢？这块破石头要能出绿，本少围着会场跪一圈，学狗叫。我也一样。犬爷，多了俩狗男女，要不要？好，好，既然他这么想当狗，犬爷我就满足他们。可要是开不出来，你就从我裤裆下面钻过去。很好，记住你们说的话。小子，咱们现场解石。好，小子，我会让你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。废话少说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把我的石头解开。哇！秦少威武！秦少就是秦少，厉害！我挑选的3块石头，最差也得是个兵种。那可未必。犬爷，到你出马了。在犬爷面前装逼，他差得远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好处？这就是一块废石，到秦少的嘴里就变成了兵种。我读书少，秦少，你可不要骗我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怎么回事？你明明看得出绿了。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眼花了，真要出绿了，怎么可能会是废石？秦少，赌石本就存在不确定性，除非是神仙下凡，谁能保证不会看走眼？继续解释。
恭喜秦少出绿了。哼，不愧是秦少，一出手点石成金，不像是某些送外卖的，也就嘴上的劲儿。这块石头价值超过5000万，想要超越它几乎不可能。秦少，你快看！没见过世面，一块冰重石头有什么好看的？不是的，秦少，你快看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冰中翡翠呢？秦少，你这眼神不好，主要是因为你的肾不好。要不要我给你扎2针，保证你眼不花？我还要一块石头，继续捡。哎，这块石头品相极佳，我敢保证它的价值不会低于1000万。秦少，不要说这种话，万一垮了，那就不太好收场了。它绝不会垮，你就睁大眼睛看清楚吧。天啊，这绿色太纯正了，绝对是极品玉石！到底是秦少厉害！满绿，难道是帝王绿？哈哈哈哈！好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恭喜秦少，您竟然开出了帝王绿，以后在玉石行里少不了留下一段传说。也就是秦少鸿福齐天，才能开出来帝王绿。我们也是沾了您的光，才能看到如此精彩的一幕。杨坚，能看到帝王绿出世，你也算没有白来，开了眼界。竟然是帝王绿！别着急，再等等。等？你还要等什么？还是说你捡来的破石头也能开出来帝王绿？就算开出来，个头也没有秦少的大，你输定了。不错，不说话，没人把你们当哑巴，狗都没你们俩会舔。这俩人变成狗，也只能是舔狗。犬爷最看不起的就是舔狗。杨坚，你少说废话！秦少开出来的这块帝王绿价值超过2000万，我看你怎么拿出来这笔钱！我要是你，就立刻跪在地上，说不定秦少一开心就给你免了。不用你们费心，愿赌服输，杨坚输的赌注，苏家替他还。清雪，你是知道的，这点小钱我不放在心上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分文不取。多谢秦少好意，这笔钱苏家出得起。清雪，你愿意拿2000万出来，苏家其他人可未必同意。苏氏集团可不是苏伯父一个人的。秦少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你的玉石似乎有些不对劲。哼，当然不对劲，这可是帝王绿，岂能和你选的费氏相提并论？秦少，你回头看一眼。有事说事，我回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杨坚，是你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！傻逼，你敢骂我？你哪只狗眼看到是我？老子离柜台那么远，怎么搞鬼？要我说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影响到了秦氏。秦少，你别听杨坚胡说八道，您身上鸿福高照，我还想沾沾您的福气呢。闭嘴！我的石头垮了，你也选了一块废石，算是打平了。那可未必。解石，这可是帝王绿，小心一点。杨坚，你还真是敢吹，真当帝王绿是大白菜，遍地都是啊！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真的很没出息。希望你们一会儿还能笑得出来。哼，帝王绿，我可要好好看看。给他解。一块破石头，白费功夫，怕是还比不上浪费的电钱。有些人啊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富贵的命。哇，好刺眼的绿光，怕是开出不得的东西。天啊，是帝王绿！我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料子。小兄弟，这块料子你卖不卖？我出2000万，我出3000万。秦少，多亏你指点，我才能开出帝王绿，不愧是顶级豪门，价值数千万的玉石，说送就送。几千万而已，我玩得起。秦少大气，杨坚，我记住你了。我要他死。少爷，交给我吧。陈少，你现在可以跪下，
围着会场跪一圈。对了，别忘记学狗叫。杨坚，我什么我？赶紧跪下！苏清雪，别人怕你苏氏集团，我可不怕。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小子，看犬爷的！杨坚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求你放过我吧！我不想跪地上学狗叫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和你作对了。杨坚，想不到你不但鉴赏古玩很厉害，对玉石还这么有研究，连秦龙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早就说了，我能看到的。我才不相信，哪有人能看穿石头的？你不信？当然不信。天眼神通，开！杨坚，你怎么了？谢谢。没事儿，最近火力有点旺。秦龙是个小人，心胸狭隘，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最近一定要小心。他最好是罢休，要不然吃亏的是他。爸妈，你们怎么了？想救你父母，立刻带着杨坚来城外的废弃工厂，要不然你可就见不到他们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是秦龙，他派人抓走了我父母，我必须要去救他们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秦龙摆明是要对付你，你要是去了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伯父伯母是因为我受牵连，我必须要去。不，秦龙心狠手辣，一旦你落到他们手中，你可能会死。放心吧，没人能伤害得了我。不，我不能拿你生命开玩笑。秦龙想对付的是我，我要是不去，你们才是真的危险。别可是了，快走吧，再耽搁下去，伯父伯母就更加危险。哮天犬，这次就靠你了。小子，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有犬爷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那个什么小虫子，敢对犬爷的人下手，犬爷把它变成一只死虫。爸妈，你们没事吧？清雪，赶紧走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小杨，快带清雪离开。哦，你们谁也走不了。我倒是没想到你真敢来送死。在你身上有我师弟的气息，他是你杀的。哼，你师弟？那个给苏家主下蛊毒的老头是我杀的。小子，今日饶不了你。我也饶不了你。小子，别以为和老夫过了一招就有了和我对抗的资格，你还差得远。秦龙，你要杀的是我，和他们无关。你先把他们放了。哼，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敢违逆秦少，你们根本不知道秦少是何等强大的存在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样？清雪，你们不该过来呀，不该过来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先和清雪离开。杨神医，我们绝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。伯父伯母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哼，有事没事，你说的可不算。小心！小心！小心！犬爷助我！犬爷在此！天眼神通，开！女儿，杨神医他这么厉害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老夫倒是看走眼了。嘿嘿，你不是走眼，你是瞎了眼，敢惹我？休要狂妄，看老夫的绝招——闪电五连鞭！犬爷，他的气息又强了，能行吗？天塌了，犬爷都顶得住，你就放心吧。
太强了，我感觉浑身充满力量。不好！阳神一，好厉害！小子，我承认你有些实力，但想要和秦少作对，你还差得远。秦少的实力远不是你所能想象的。死到临头还在废话，你是杀不了我的。魔君大人，救我！真是废物，连个毛头小子都对付不了。魔君大人，这小子有些邪门。闭嘴！废物就是废物，不用找借口。该死的小畜生！有魔君大人出手，你必死无疑。犬爷，这人我打不过。你当然打不过，真是没想到坟间竟然会有魔道修士死灰复燃，又妄想染指人间。魔道修士？你很聪明，干掉魔道修士可是功德一件，对你我都有天大的好处，说不定犬爷我还能重回天庭。居然能看穿我们的来历，那就更加留你不得。师弟，赶快解决掉他，好向少主复命。你管你有什么秘密，今天都要死！魔君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杨坚，你别管我们，快走！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你快走啊！我不会走的。清雪，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，因为这里就是你们的葬僧之地。魏老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你的废话真多。你敢杀我？小子，你太嚣张了，竟敢当着我的面杀他！虽然他是个废物，死不足惜。我不杀他，你就会放过我吗？发现我们的身份，你必死。那不就得了？哼，受死吧！你的死期到了。哼，想杀我，你还不够格。犬爷，这下怎么办？对付魔道修士最有用的是雷法。犬爷，我传你最正宗的天雷正法，可破除万邪。对付这些蝼蚁，绰绰有余。小子，你就等着被我的魔气吞噬干净吧。那可不一定。不好，是雷法气息，师弟小心。老东西，你的废话太多了，看小爷把你轰成渣渣！趁你病要你命，我拼！休得嚣张！老邓，你偷袭我，不讲武德！本君乃是魔道修士，只知道成王败寇。你们两个，犬爷，这两人太无耻了，我防不住啊！小子，再坚持一下，犬爷马上就成了。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是法阵。这两个老登戏耍我那么长时间，终于是轮到我了吧？哼，你以为能吃定我们？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给我劈！给我挡住！师兄，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，快想想办法呀！师弟，对不起了。师兄，放过我，我不想死啊！师弟，两个人死总好过你一个人死。小子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魔道修士，伤天害理，毫无人性，一定不能放过他。
小畜生，你精通雷法，实力强大，将会是少主的大敌，留你不得。你的主人不是秦龙吗？少主又是谁？秦龙，他只不过是少主出世附身的容器，受死吧！你找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老邓，吞掉你师弟，你就这些本事？混蛋！我师弟是你害死的。好吧，就当是我吞掉了。这老头实力不俗，不好赢啊！小子，犬爷我传你的天眼神通，能够看穿世间万物。你找出他的弱点，再配合雷法后继，必能打败他。犬爷，你早说啊！我以为你懂。小畜生，你敢鄙视我？小爷就鄙视你，不服你打我呀！天眼神通开！弱点在这里。杀！老邓，受死！不可能！你怎么能找到我的弱点？我的眼睛就是尺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要死了，少主不会放过你的。老邓，你的脑子有问题吧？就算我饶了你，你的少主会放过我吗？天怎么黑了？不好，这是天魔劫，世间有魔主出世。什么是魔主？魔主拥有最纯粹的魔族血脉，实力强悍，为天道所不容。每一次出世都伴随着鲜血和杀戮。哈哈哈！太好了，少主终于出世了。犬爷闻出来了，就是你个狗东西，害得本座被贬下凡。秦龙，你是魔主？秦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苏建国，你的命真大，我派人下蛊毒都没能取你性命，可惜今天是活不成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本魔主看上你是你的荣幸，你却不知感恩，和一个卑贱的蝼蚁在一起。什么？竟然是你！在我眼里，杨坚是最优秀的，而你放着人不当，偏偏要去当不人不鬼的魔，这才是自甘堕落。我就亲眼看着你眼里优秀的人像条狗一样，在我脚下摇尾乞怜。属下恭贺魔主归来。真是废物，连个蝼蚁都对付不了，留你还有什么用？魔主大人，饶命啊！别着急，一会儿就轮到你们了。这，你可真不是人啊，连自己的手下都杀。废物，没有存在的价值。本尊是个爱才之人，你能打败我的奴仆，实力还行。若是愿意给我当狗，本尊就放你一条生路。俺也一样，你给我当狗，我也可以饶过你。既然不愿意当狗，那本尊只好把你打成狗。杨坚，看到没有？你和本尊的差距犹如天地。本尊就算站在这里不动，你也动不了我。犬爷，点子扎手。这小子的命是我的。犬爷，干不过啊。若非犬爷受天道所限，无法发挥出实力，要不然一狗爪子下去，能怕死他100次。风紧扯断，扯个屁！犬爷还有大招没有施展，但是需要你配合。这都什么时候？你还藏私呢？赶紧施展出来，我100个配合。能第一个死在本尊手下，你足以自傲了。未来，等本尊君临世间，你与有荣焉。秦龙，我掐指一算，你今天有血光之灾。本尊为魔主重生，实力强悍无匹，已经达到凡间的极限。放眼世间，谁能杀我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就凭你，你就是个送外卖的穷鬼，在我的眼里，连蝼蚁都不如。本尊只需1根手指头，就能把你碾成渣渣。是吗？
你再仔细看看。不够看，还是不够看。小子，接犬爷最终绝招——狗人合一。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强大，只要我想，甚至可以毁灭世界。你若要毁灭世界，下一秒就会遭到天道反噬，会天雷劈成渣渣。你死没关系，犬爷我还没活够呢。你这是什么功法？人狗合一？闭嘴！是狗人合一。都一样，都一样。能一样吗？你是犬爷的人宠，犬爷必须在前面。看出来了。小子，犬爷听明白了，他是在侮辱你。我听出来了，干他！本尊不管你是人是狗，终究是死路一条。小子，这是犬爷我的法器，用这个干他！该死的是你！就这，该死！我要杀了你！再吃我一棒！我说过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杨戬，饶命！求求你饶我一命！我发誓再也不和你作对了。秦少，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那留你还有什么用？不再废话。不！杨戬，你没事吧？杨神医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们一家的性命怕是都要留在这里了。没事，说起来，秦龙也是因为恨我才对你们出手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杨神医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，你的事就是我们苏家的事，何来连累可说？你们没事儿，犬爷我有事儿了。犬爷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天降功德，犬爷我要重回天庭了。杨戬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条狗会说话。杨神医，你这条狗也太神奇了！难道这是神犬？我不是狗，犬爷我乃是哮天犬下凡，如今功德圆满，要重登仙位。那要恭喜犬爷了，小子，你身上有犬爷我留下的法力，好好修炼，以后也有机会登临仙位，你我还能天庭再见。犬爷，再见。